你有听过地下偶像吗？在日本有许多唱跳的表演团体几乎不会出现在主流媒体上，但是他们却在地区性的表演舞台上有名气，拥有不少的死忠粉丝，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次文化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风靡日本的地下偶像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哦。提到日本偶像团体，大家一定都有听过超红的 AKB48，但是一般人比较不知道的是，其实他们最初呢是以地下偶像的方式开始出道的，跟我们在电视啊、电影上面看到的偶像不太一样。地下偶像呢，通常不会在主流媒体上面曝光，一般人也不会知道他们的存在。但是在日本各地的表演场地呢，地下偶像却拥有一票死忠粉丝，在这10几年来哦，深深的影响着日本的偶像产业与粉丝文化。就像最近呢，有部爆红的动画《我推的孩子》，剧中呢也有提到地下偶像，让这个文化再度的被关注。那么这集我们就会来看一下地下偶像到底是什么，跟主流偶像有哪些不同，又有哪样的困境呢？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，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面，生活的压力让你喘不过气吗？我们总是忙于工作、学业跟各种生活琐事，内心的需求却常常被忽略，或不知道该怎么样寻求帮助。如果你需要一个角落让心灵放松、平静下来，那或许可以参考聊心茶室这个平台。聊心茶室是一个专业的线上心理咨商平台，跟全台40位心理师合作，提供简单清楚的预约界面，让大家可以轻松找到适合自己的心理师。而且咨商完全不受地点限制，使用的线上沟通工具也符合自然法规，让你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安心方便的使用心理咨询服务。那如果你遇到烦恼，却因为各种的限制迟迟没有寻求帮助的话，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，上聊心茶室解脱压力，开启一段奇妙的心灵之旅吧。地下偶像呢，也叫做地偶。关于这个词的由来有很多的说法，有个说法是早期在东京的一间 live house 呢，非常积极发掘以现场表演为主的偶像团体。那当时这个表演空间在地下室，久而久之呢，他们就将表演者们称为是地下偶像。不过这些年来呢，地偶的定义已经逐渐的改变。现在这个词主要是用来称呼那些没有跟大型经纪公司签约，也没有在主流媒体上面出道的偶像团体。而这样子的称呼呢，也是跟主流艺人做区隔。那些会上电视啊、拍广告的偶像，就会被称为是地上偶像。顺带一提哦，有些音乐圈的人呢，其实认为使用地下这个字可能会有些争议，改用独立偶像或者是现场偶像，或者是真实偶像来称呼这些偶像团体会更合适。不过因为大部分的场合呢，大家还是习惯用地下偶像来称呼，所以我们也先沿用这样子的说法。以前呢，地偶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文化哦，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被一般大众知道。最关键的原因呢，是投入这个产业的经纪公司素人都变得越来越多。大家都知道，普通人要成为偶像很困难，所以很多有明星梦的年轻人呢，都想要进入大型的经纪公司成为练习生，不只可以接受歌唱啊、舞蹈、演戏的训练，也有更多的曝光机会。但相对的，这里的竞争也很激烈，能够通过甄选挤进窄门的人少之又少。而这个时候呢，成为地下偶像就变成了另外一种选择。那虽然说地下偶像的资源非常的有限，但地偶呢，不管是这个甄选还是出道的门槛都比较低，也吸引了很多人投入这个产业。像是有些人就会跟小型经纪公司签约，先以地下偶像的身份出道，在这段时间呢，努力的累积人气之后，再慢慢的转往地上偶像发展。另外也有的人呢，则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虽然有个明星梦，但无法当个全职的偶像，他们也会跑去当地偶，试着兼顾原本的生活，在梦想跟现实当中取得平衡。根据研究日本偶像文化的记者报道，目前在日本呢，至少有2000组以上的地下偶像，可以说整个产业非常的蓬勃。而且虽然大多数的地下偶像呢，粉丝的数量都不算多，但几乎每个粉丝都是超级死忠的铁粉。说到底，地下偶像到底有什么样子的魅力呢？地下偶像最主要的特色呢，就是他们主打的亲近感，像是 AKB48之前的经营策略呢，就是能够接触到的偶像。很多的地偶呢，都会亲自的上街头宣传自己的表演活动，也会自己经营社群媒体，一一的回复粉丝们的私讯，让粉丝们觉得很亲切。而现场表演呢，更是地偶非常重要的元素。大部分的地偶呢，使用的表演场地啊都比较小，跟粉丝的距离很近，所以他们特别的注重跟粉丝的互动，希望不要让粉丝有距离感。
然后表演结束之后呢，地偶也会有特别的粉丝福利活动，一个是购买偶像商品的物贩会，另外一个呢是跟偶像见面互动的特点会。因为大部分的地偶呢不会在传统的通路上面贩售唱片或者是商品，所以他们会举办物贩会，直接让粉丝购买 CD 啊，还有周边。只要粉丝购买的金额够高，就能够在参加特点会时兑换不同的粉丝福利，像是握手啊、合照等等。那除了亲近感之外呢，地下偶像还有一个特色，让粉丝的粘着度很高，那就是共同成长的体验。地下偶像在出道时呢，通常没有什么人气，也没有什么表演经验，是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磨练，才慢慢的站稳了舞台。对粉丝来说呢，能够看见自己推的偶像变得越来越成功，那种感动真的很难形容，也会觉得自己对于偶像的支持是真的有意义、有回馈的。那这样子一起努力的过程呢，是主流偶像明星没有办法提供的体验，也是地下偶像很受到粉丝推崇的原因之一。以上呢就是地下偶像非常简单的介绍。不过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讲到有些媒体呢其实有提到地下偶像也是有一些黑暗面的。由于地下偶像的资源很少，竞争又很激烈，因此呢，工时太长啊、薪水太低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常态。曾经有记者访问了地偶团员的薪资，结果发现有些团员呢每个月只能够拿到5000日元的交通费而已，真的赚的不多。而且为了维持人气呢，他们每天都要进行演出，根本没有时间去找其他的打工补贴生活费，日子过得很辛苦。很多撑不下去的团员呢，就会放弃明星梦，回归一般人的生活。而除了低薪有问题之外呢，地偶主打的亲近感，有时候也会让双方容易越线，做出疯狂的行为。2016年，日本地下偶像富田真由在表演的场地被男粉丝袭击，刺了数十刀，一度有生命危险。男粉丝被逮捕之后表示，他原本只是想要询问偶像为什么没有回复他的推文，被拒绝之后呢，因为感到绝望才做出伤人的动作。另外，部分地偶的经纪公司为了吸引更多的粉丝，使用了非常有争议的宣传手法。有日本的网友分享自己参加过一场特点会，只要呢购买一定数量的专辑，就能够跟成员一起躺在棉被里面拍拍立得。女偶像呢还会咬着保险套一起合照，或是有的团体呢在跟粉丝合照的时候会做出许多大尺度的动作。这些状况都让外界质疑，部分的地偶呢为了抢粉丝已经变质了，带坏产业的风气。这些问题呢其实反映出日本的地偶产业竞争真的很激烈，让一些团体呢选择用比较有争议的手段来抢粉丝，这也是现阶段日本社会正在讨论的问题。那么讲完了日本地偶的介绍与争议最后这个章节呢，我们换个视角来看一下台湾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其实台湾也是有地下偶像的。目前在台湾呢，已经有将近50组的地下偶像。以前他们通常会在女仆咖啡厅啊、动漫展或者是电玩展等等的地方表演。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地偶开始搬到更大的舞台，在 live house 啊、音乐季这些地方进行演出，让更多人能够看到他们的表演。而他们也会像日本的地偶一样，会举办物贩会啊、特点会，跟粉丝打打招呼、聊聊天，拉近彼此的距离。那虽然说跟日本比起来呢，台湾地偶的规模还是有差，但依照现在成长的速度来看，未来应该是会越来越常见的。但因为我们不是专家这里就不特别的介绍台湾有哪些的地偶团体。但如果你是有在追台湾地偶的粉丝，或是对这个领域很了解的朋友，都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最推的团啊，或者是其他的观察跟想法，让大家更认识台湾的地偶文化我们在看这集资料的时候呢，有2件事情感触蛮深的。首先地下偶像对素人的意义呢，好像跟 YouTuber 产业有点类似。以前能够出名的管道真的很有限，曝光啊、成名的机会其实都把持在大型的经纪公司或者是电视媒体手上。但在 YouTuber 啊、地下偶像这些产业兴起之后，提供了另外一个舞台，让素人们有了可以自行出道的机会。只要够努力一样可以当名人、当偶像，不用再看主流媒体的脸色，改变了产业的游戏规则。而第二，对于地偶共同成长的文化呢，我们觉得真的很特别。很多地偶在访谈时呢，都有说到他们是素人出身，因为喜欢表演才愿意自掏腰包组团啊、做衣服、拍 MV， 几乎没有赚到什么钱。很多时候只要没有亏呢就不错了。粉丝们其实也知道他们的偶像生活不轻松，所以粉丝很愿意买周边到现场应援，为的就是让自己推的偶像能够慢慢的实现梦想，站上更大的舞台。某种程度来说呢，这就是素人帮助素人的关系，一起成就梦想的感觉真的很难得。看到偶像越来越成功，自己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。或许这就是让地下偶像产业这么受到欢迎的原因吧。那今天到这里，想问大家，你之前有听过地下偶像吗？ A 有听过，而且我还有自己超推的地偶团体。B 有听过，但不太了解，看完自己之后呢，有一点的兴趣。C 没听过，今天是第一次知道。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地下偶像是什么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日本的土族禁止文化以及澡堂文化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